今天呢，我们来做第二套年夜饭。第二套年夜饭都有什么菜呢？首先凉菜会做2个，一个是凉拌藕片和一个蒸蔬菜。热菜有3道，一个是扣鸡和八宝糯米饭，以及一个剁椒蒸鱼。最后一个汤呢，做一个鸡蛋汤。我们先做第一个凉菜啊，凉拌藕片。水开以后呢，我们在锅里稍微给少许的盐。藕的话，如果你家里面有不锈钢锅，尽量有不锈钢锅，因为铁锅呢，你穿的时间长了很容易变色的。这时候我们要稍微加点白醋啊，一个可以增加这个藕的脆度，第二可以让这个藕更加的白。好，胆熟以后呢，我们快速给它打出来。这边呢是提前备好了一个凉白开。接着我们来拌一个料汁儿，玻璃碗里加少许的蒜，来点这个葱，给几个花椒，这个剪碎的干辣椒节来一点，用个热油给它浇一下。好，我们把这个油呢烧到5成热之后浇进去。我这碗呢是可以高温的玻璃碗，如果你没有这种啊，你用不锈钢碗也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好，浇香之后呢，我们给它调味，来少许的盐、白糖。再来点这个芝麻香油，一点生抽，好，给它搅拌均匀。接着就把这个调的料汁直接倒入藕片中，稍微再来点这个葱段，搅拌起来。好，接下来就装盘。第二道呢，给大家推荐个蒸菜，因为这个蒸菜它是蔬菜，可能和其他地方的蒸菜不一样。但是在河南地区过年能吃上这个的话，得劲的很哦。正常的这个蒸菜是用的槐花、榆钱和这个红薯叶来做的，但是现在很难买到。过年期间，我今天用3个代替，一个是胡萝卜丝和这个土豆丝，这个叫茼蒿菜，我们3个蔬菜来代替。第一步呢，我们在胡萝卜丝里面给少许的油，这个油不要太多，把这个油稍微给它和均匀。接下来就直接拌入这个面粉，我用的是普通的低筋面粉，这个不要太厚，让这个蔬菜表面有层薄薄的粉就好了。过年期间呢，大鱼大肉吃多，实际上吃点这种素菜还是非常不错的。好，这个就拌好了，接下来我们放入蒸笼中。兄弟姐妹们，这个你绝对可以上手。如果你切不了这么细怎么办？刨丝器也可以刨的哈。拌上面粉，放蒸笼里一蒸。裹土豆，给少许的油，还是一样的。这土豆要多余水分，稍微给它沥干一下，你不要太多水就开始裹，不然你会裹上非常多的水。撒上面粉，好，土豆丝也裹好了。因为我这里呢只有2个笼子，所以说先把这个胡萝卜丝和这个土豆丝蒸了，我们再来蒸这个茼蒿。水开以后呢，我们放到锅中蒸个5分钟。趁热我们拿去一定要把它挑散。好，这个土豆蒸熟之后呢，快速的给它投散一下哈，它蒸出来是比较干的，稍微给它投一下。这胡萝卜蒸熟之后呢，趁热一定要给它投开，放入玻璃盘中。好，投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再蒸下一个茼蒿菜。接下来我们拌一下茼蒿菜，这个盆呢就不用洗了哈，还是相同的方法，来少许的油，把这个油先拌匀，把面粉投进去，一次性不要加太多，我们拌匀了之后再来加，别心急。这个有点像下雪一样啊，看到这个菜有点像，就是那个树叶上结的那个雪花一样，看，非常的雪白，有一种冬天的感觉。很简单，就是把这个茼蒿菜裹上一层薄薄的面粉就好了。这个还是一样的，水开以后呢，茼蒿菜蒸5分钟。好，时间到了。好，茼蒿菜还是一样的，我们趁热直接将它投散就好了，放入盘中。接下来我们调个蘸碟，调个蘸碟的话，最好是用涮的话，就用中的方式，就把它捶溶。这个呢就是自己在里面捶的，不同于我们用这砧板去剁的这2个概念啊。好，接着我们给点盐，少给一点白糖。如果你不喜欢吃这种甜的朋友呢，你觉得好像加白糖是甜的呀，其实它是提鲜的，只要一点点，不要太多。我们来点这个生抽，再来点蚝油，接着来点小米椒。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不要加这个小米椒哈，来点葱花，最后再放上这个芝麻香油，好，给它搅拌均匀。生抽有点少，我们再加点。好，这个料汁就调好了，接下来我们开始装盘。接着再把我们刚刚调的料汁放在中间。
第3个，做一个家常红烧肘子。第一步呢，我们把这个肘子呢再烧一烧。其实这个在菜市场买不到肘子呢，它已经是烧过的，但有的地方它还没有烧的特别的好。我再给它烧一下，烧到这种焦黄的状态。其实这个呢可以去除这个皮上的汗香味。接下来我们要清洗一下。好，冷水下锅，我们稍微给点姜葱，给点花椒酒。好，我们给它焯完之后，给它捞出来。焯过水之后呢，我们用这个热水给它清洗一下。洗过之后呢，我们稍微找个厨房纸巾，把表面那个水给它吸干。因为你要吸干，接下来我们要抹点什么酱油啊，或者是糖色都可以。如果有水的话，它是粘不稳的。这个是老抽啊，直接给它抹上。如果你没老抽，你可以用糖色、蜂蜜都行。用刷子给它刷上一层薄薄的。肉上呢也给它刷一下。好，抹均匀过后呢，我们下一步开始油炸。如果你家里面有空气炸锅呢，可以用空气炸锅来做，因为我在上一期已经教过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处理这个猪肘了。这一期我用油炸的方式。这一步呢，我们开始油炸，锅里倒点油。我们在家里面炸这个肘子呢，大家油温不要烧得太高，因为太高的话它会比较的蹦起来伤着你。你油温要烧到4000到5000左右，你开始下肘子。买个这个长点的爪子啊，只要注意安全。好，接着我们再翻过来炸另一面啊。勾住它，慢慢的这样去炸它，有些炸不到的地方，用点油给它浇一下。勾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这钩子去伤这个皮，如果皮弄烂了就很难操作了。好，可以了，我们给它倒出来。好，这个炸过肘子油呢是可以用的，接下来我们拿来炒菜啊、炸鱼啊都是可以的。别跟我说你炸一次东西就不要了，不能这样浪费。好，我们用之前炸东西的油，接下来炒个糖色。这个油不要太多啊，因为我们炒糖色，你油太多的话，待会儿崩的特别厉害。这个呢是个黄冰糖，敲碎的黄冰糖，下锅，开小火，先开小火，慢慢给它炒散。炒糖色呢有2种方式，一种是油炒，一种是水炒。我现在用的是油炒的方式，油炒它比较快一些。好，大泡不要小泡之后，接下来我们加入开水。同时呢，你的水要大于糖。如果你的水比糖都还少，变成个糖饼，这是不行的啊。我们让它熬一会儿。这个糖色你用不完，可以放在冰箱里面放个什么半个月、1个月都是没有问题的，冷藏啊。好，接着我们锅里来点油，这步来炒个料汁。好，大家可能会觉得油多，其实这个油呢是我的标准，你自己做的时候可以按你的标准来减少就好了。这是姜米，还有蒜米，这个是干葱碎，倒进去。先给它炒香，好，炒香。接下来我们下入豆瓣酱，这里面有一半是红油豆瓣，有一半是3年的豆瓣，我给它混在一起了，直接下入1小碗豆瓣酱，用小火去炒。豆瓣它是生的，你不能说直接溶于水去煮它哈，一定要给它炒香，开小火慢慢去燃，慢慢去炒。干的红花椒、干辣椒节，这里是一点香料，我已经清洗过了，后面我给它打在屏幕上。好，差不多你能感觉这个豆瓣的香味全部出来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加入温水或者是开水，一定给它烧开，我们熬煮个2分钟，把这个香料啊、渣子的味道给它熬一下。好，烧开以后呢，我们做个调味啊，给点生抽，稍微来点蚝油，这个呢再打点汤来赏一下味道，不然待会儿你的肘子煨出来是没有味道的。你别以为好像加了很多豆瓣酱一样，其实你还加了很多的水，一中和它就没有味道。好，盐味不够，我们稍微再加点盐。接下来我们找个高压锅垫2个这个竹粑，因为的话肘子啊它是比较有胶质的，容易浮。我垫2个竹粑，接着把肘子放在里面。好，把水来给它过滤一下，倒进去。接着我们找个这个料包，把这些香料给它装在里面。装完之后，接着我们再来几颗白胡椒粒啊，把它拴起来。装好的料包呢，直接放入汤汁中，我们给它烧开。料包放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加点这个炒好的糖色。我今天肘子呢比较大，我会上气后压着45分钟，接着把它放到自然没气为止。如果你的肘子比较小，你可以压个38分钟或者40分钟就好了。好，我们冷却到这种它自然没气之后呢，我们给它打开。哇，给它看哦，它稍微还有点破皮了哈。好，接着我们给它捞出来。好，接下来我们烧点水，把这个青菜来给它掸一下。先给2小勺盐，接着再给点油，
这个呢是一个上海青，我把头部稍微给它切了一下，不然的话你椰子都融掉了，这个头还是生的。水开要下入青菜，煮熟以后呢，我们将它快速的焯出来，把水沥干，摆入盘中，这样给它摆上去，再扯个汁儿就好了。好，我们把这个原汤倒点在锅里，这个汁儿是刚刚卤肘子的原汤，接下来我们能扯点芡。经常有朋友问我这个芡汁儿和这个淀粉有没有比例，其实是没有比例的，你边扯边放就行了，慢慢倒，不要一次性倒太多。你右手要搅，左手就慢慢放这个芡汁儿啊。好，我们稍微观察一下，等它烧开后看一下稠度啊，基本上扯到这个稠度就行了。现在再加点油，加油的目的是什么？可以让这个芡汁更亮。最后再撒上葱花。好，走。第4个，给大家做个扣鸡，你可以看一下今天这个扣鸡的方式和我们传统四川的扣鸡方式不一样，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什么？扣排骨、扣酥肉也是可以的，将它宰成块状，大概就这么大一个块。这个鸡呢是已经清洗过，我再来宰的哈。我们给点盐，腌的时候呢，给点白胡椒粉、花雕酒、生抽来一点，下入姜葱，一点点的白糖，这个呢叫13香啊。如果你没有13香，可以加5香粉也是可以的。我们给它稍微给它揉匀，让它腌制一下。揉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鸡呢它宰出来它是带骨头的，小心的骨头会刺到你。你搂的时候呢，轻轻的去搂它。好，我们大概腌制个15分钟。接下来处理一下这个姜，一个面糊，我们处理一下。好，我们做的扣鸡呢要调一个糊，这个糊呢最好是用红薯淀粉，如果你没有呢，就用普通淀粉也行。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炸酥肉的做法。红薯淀粉呢它是颗粒的，我们稍微加点水给它调稀一下啊。我们再打一个鸡蛋，先打一个鸡蛋，直接打到这个糊里面。再来一个。这个鸡蛋其实它相当于是水的作用啊。先把这个颗粒给它搅散。我们搅到这种丝滑状态之后呢，就要加点面粉进去。就是这个面粉呢，你可以加个1层，然后淀粉是9层。有面粉呢，它吃起来要回软一点，不像那么的干，那么的硬。我们稍微加点点的普通面粉就好了。普通面粉就是低筋和中筋就可以了，让它吃起来不像那么的硬。接着我们开始裹一下鸡肉。这时候鸡肉里面的姜葱，我们先给它雕出来，这个就不要了。接着把这调的糊直接倒入鸡肉中。好，我们直接给它和转就好了。和转以后，最后我们稍微给点油，油不要太多，简单给它揉一下，让这个鸡块表面有层薄薄的浆就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炸制啊，锅里倒点油，好，这个油温烧到5成之后，开始炸鸡块。炸鸡块一定要小心，我们用个夹子慢慢给它下啊。先放这么多，这锅先放这么多，等一下再炸一锅。这个火我们开的是中火哈，让它慢慢去沁炸。因为鸡块比较大，如果你的火力太大的话，就把表面给它炸糊了，里面还没熟。我们尽量用中火慢慢去沁炸它。炸熟之后呢，我们给它打出来，待会儿再来复炸。我们先把第一锅炸好，也是一样的啊，剩下鸡块也是一样的，给它放进去炸，开中火慢慢下。它有少许的粘连也没关系，因为它炸进去之后，你用筷子轻轻一拨，它就开了。最后这个呢有点多，所以说呢它油温有点低，这个时候你快速的加温。好，我们炸熟以后呢，给它捞出来。这里面的渣渣用那个过滤网稍微给它打干净，不然的话你的油几渣几渣就黑掉了。复炸呢，我们油温烧到6成，快速的下去。好，捞出来。鸡炸完之后呢，接着我们炒个料水，下这个葱段，来几个姜片，先给它炒香。下几个干辣椒节，干的红花椒。这个呢是八角2颗，我们给它炒香。不能吃辣的朋友呢，只有干辣椒你可以不用加。好，等料炒香之后呢，锅里给少许的清水，
好，我们调味给少许的盐，好，稍微来点点白糖，微微一点点，给点生抽，现磨的白胡椒粉。好，我们再来点蚝油。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赏一下味道，就是找个小碗来赏点味道。基础是一个咸鲜味，因为这个料汁呢，我们待会儿拿来蒸鸡，这个汤一定要有味道，不然你的鸡蒸出来是没有味道的。盐还少一点点，我们再加点盐。烧开以后呢，我们熬煮个5分钟，接下来开始把鸡块摆在碗里。接下来我就把它炸好的鸡放入碗中，因为我们这边呢最少是半边鸡起卖啊，就是最少买半边鸡，那一份呢可能用不完，剩下的我就做员工餐了，可能会装3碗左右啊。就中间尽量不要让它有缝隙，给它填满，因为待会儿蒸熟之后它就比较的紧实。好，接着我们把这个炒好的料汁直接灌进来。好，我们还是一样的给它封上保鲜膜。保鲜膜呢还是一样的选用可以高温的哈，如果你不能高温就不要用了。这个一样的哈，就是水开后我们上笼蒸1个小时。好，水开后呢放入锅中蒸1个小时。好，时间到，我们给它端出来。接着把保鲜膜去掉，把里边的姜葱和香料叼出来。第5道，做一个红红火火大鲤鱼，这里面的膜和牙齿也给它去掉。改刀的时候，我们这个刀尖直接贴进去，贴着这个鱼骨啊，脊骨的部位，刀尖直接进去，不要把它划穿了哈。这个部位稍微给它宰一下，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鱼给它铺开了。里面改完刀之后，接下来改到外面，外面就是这样，给它划一下。好，我们给它划一下，这样的话便于这个鱼的入味。腌制的时候，我们给点少许的盐和这个白胡椒粉。还有这个花雕酒，还有这个姜葱哈，大块的姜葱稍微给它捏一下，好，直接给它抹到这个鱼身上。可以把这个什么盐啊、白胡椒啊、花雕酒啊给它抹均匀，还有姜葱啊，里外都要抹上。我们给它腌制个15分钟，趁这个时间呢，我们来炒一个剁椒料。做这个剁椒呢，主要是这5种辣椒。第一种是这种湖南这边的剁椒，但这个里面的水啊非常的咸，你要给它过滤出来，不然的话你炒出来剁椒会很咸的。第2种是四川这边的泡的2荆条，给它切成圈，这个是增加这种泡椒的味道。第3种是这种新鲜的这种美人椒，就它可以增加这种鲜辣味，但它是没有泡过的。第4种是这个甜椒，就是平时我们炒什么甜椒肉丝啊，这种很厚的这种辣椒，甜椒它是不辣的。最后也加点这个小米椒，小米椒也是增加这个辣味，可以增加这个整个这个菜的这种层次感、辣味。炒菜呢，养成这种良好的习惯，就是像铁锅的话，一定要热锅冷油去制一下锅。好，烧热以后倒出来。好，锅里给点凉的菜籽油。第1步呢，我们下入这个姜米，这是干葱碎，来一点干葱碎，还有这个蒜。这时候开小火，先给它炒香，先把姜葱蒜给它炒香。剁椒，现在的火就稍微开到中火了。加入剁椒和这个泡的2荆条圈。像这种剁椒，如果你只是把几个辣椒综合在一起，不经过高温的话，它是出不了香味的。一定要给它炒一炒。啊，这个时候你能闻到这个泡辣椒味道已经很浓了哈。现在我们下入什么呢？新鲜的美人椒，新鲜的这个小米椒，新鲜的甜椒、青花椒，鲜的哈。好，开最大的火，这个时候去翻炒它。油有点少，这时候我们加点油。好，再来几个的豆豉，少来几颗就够了啊。来点生抽，来小勺白糖，好，蚝油来一点，给它炒炒，一定要把这个香味给它全部炒出来。出锅前我们给少许的芝麻香油和这个藤椒油，好，这个剁椒酱就炒好了。我们在蒸鱼之前把这个姜葱给它雕干净。这时候呢，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呢？把这个表面的水稍微给它吸一吸。如果这个水不吸干，你待会儿你蒸上去这个剁椒，它会粘不上去，它会滑下来的哈。接着在这个鱼的表面稍微抹一点点这种淀粉，就土豆淀粉。这个目的也是待会儿让这个剁椒更好的挂在这个鱼身上，增加一种粘性。接下来这个剁椒呢，我们还是加点这种土豆淀粉在里面，什么目的啊？就是增加它和食材之间这种粘性，不然的话它挂在食材上，它会滑落下去。一定要给点那种淀粉。这个淀粉我们蒸的时候再加啊，蒸的时候再加。
接着我们就把这个炒好的剁椒酱铺在这个鱼身上，头部也给它浇一点辣椒。水开以后呢，我们放入蒸锅中蒸个15分钟。好，我们用大火蒸个15分钟啊，火是大火。好，15分钟时间到啊。这里我再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们鱼看熟没熟之前，你可以拿个竹签插一下它背部，因为背部肉是比较厚的哈。只要能插进去，很轻易的插进去，这个鱼就已经熟了。如果插进去还比较硬，这个鱼就要再蒸一下。因为我们在家里面，你的火不一样，有时候你的鱼大小也不一样，所以说时间呢你要去看一下。最后呢，我们再撒上点葱花，稍微简单给它浇点油，这个剁椒蒸鱼就好了。八宝糯米饭，这个米呢要提前2个小时给它泡胀。其实这个糯米呢有长糯米和圆糯米，我今天用的是圆糯米哈，就不要觉得它不是糯米，它真的是糯米。有那种很长的也叫糯米，这种短的很圆的也叫圆糯米。我们的团队小伙伴呢比较喜欢吃糯米饭，我今天就做的比较多，就做了3份哈。冷水呢直接下锅哈，这时候你要小火哈，就不要烧那么大的火，容易粘锅。我们用铲子给它铲一下。我给大家说一下，这米为什么要燎？因为待会儿我们蒸的时候它是干的，是没有水分的，所以说这一步呢，我们要把这米做到半熟的状态再去蒸它。好，我们快速的去冲一下凉水。好，我们快速的给它冲上凉水，降降温。这样的话，我们蒸的时候它直接能蒸熟。好，这个糯米冲凉之后呢，我们把水稍微给它沥干一下。接下来就放入这个玻璃盘中，给它摊开。接下来开始处理这个果脯，先放一边。接着我们处理一下这个大枣。大枣里面有核，我们稍微给它用小刀给它去掉。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去了核的大枣啊，给它卷起来，做成一个花的形状，这样一片压一片的这样去卷它，就像花瓣一样。在手里给它捏一下，好，这就可以了。好，我们把它边缘稍微多的给它切一下，看，让它成这种花瓣状。好，接着在做之前呢，这个碗底啊一定要抹上猪油，不然的话你待会儿这个糯米饭蒸出来很有可能扣不出来哈。稍微给它抹一层猪油，如果你没有猪油呢，可以抹点一下色拉油啊，都可以哈，反正一定要抹油。接着抹了油之后，我们把这个花给它垫在下面。好，接下来这些都是果脯哈，就是如果你买不到这种果脯，你可以买什么呢？那个叫青红丝的东西也是可以的，它就是一种蜜饯，放在里面，撒点那种杂果在上面。这个根据你的口味来决定，就是你放什么干果都可以哈，这不一定要按我这样去做。这个有个7、8种就够了，7、8种的干果碎加在一起。接着呢，这个米呢，就是我们在处理之前稍微加点这个白糖给它拌一下哈，就是不要说直接就是白娃娃的米放在这里面，一定要给它拌一下，它有点甜味最好。致死量不是致死量，3、4勺没那么多致死量，稍微给它拌一拌，就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糯米饭就是从里到外它都是有那种甜味。拌完之后直接给它加到里面。就是米顺着就放下去，不要去动它，不要去压它，因为你压的话会把它的刚刚我们摆的这些果脯啊，给它的距离给它弄得没有了。这个呢，尽量像个山坡一样，稍微有点高，你不要是平平的一碗下去，因为到时候你扣出来里面会塌陷的。这个保鲜膜一定要选用可以高温的保鲜膜，封的保鲜膜目的是什么呢？防止它进水。好，水开以后呢，我们放进去。今天是3碗啊，3碗不过缸。好，蒸1个半小时。好，时间到，给它拿出来。最后呢，做一个酸辣鸡蛋汤。好，锅里给烧去的油，我们先下入这个姜片和葱段，切碎的番茄块。要点木耳和这个腐竹，还有清水。烧开以后，我们稍微调点味道，给点生抽，放点盐，多来点这个白胡椒粉，给少许的糖一点点糖。这次还稍微扯点这种芡汁儿。这个是2个打散的鸡蛋，我们稍微给它搅散一下。开小火，快速倒入锅中。
最后我们下入什么呢？这个是韭黄碎和这个香菜段下锅，稍微来点陈醋，陈醋稍微多一点点，最后来点芝麻香油出锅。兄弟姐妹们，最后一个汤呢，我给大家尝一下味道，因为它是一个酸辣味的。很多朋友觉得酸辣味是不是要加辣椒啊？它不是的，这个胡椒它也要是这种辣味。尤其是过年期间，你大鱼大肉吃多，喝点这个汤很舒服的。另外呢，最后给大家聊一下这6个菜怎么去合理安排时间，怎么去分配。第一天你可以做什么呢？可以把这个扣鸡把它做好，冷却之后放在冰箱里面冷藏。糯米饭也是相同的道理啊。还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是剁椒酱，你可以第一天把它做好，用到第2天才来用。差不多第1天工作我们就结束了。第2天你做什么呢？9点钟你可以起床，把2个凉菜做好，一个是拌藕片和一个蒸蔬菜，因为它是凉菜，不需要热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提前做，差不多2个小时。给你2个小时嘛，你总得做完嘛，2个小时还做完2个菜吗？11点就做完了是吧？这个时候11点做什么呢？做完之后，接着把你的剁椒酱淋到这个鱼上面。为什么现在才能淋呢？因为这个鱼，如果你淋得太早，它就会让这个鱼腌制时间过长，你蒸出来的鱼就会变咸的。你可稍微闻一下，等到11点半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把这个扣鸡和糯米饭放进去。我们比如说12点吃饭的话，因为糯米饭它和这扣鸡要半个小时才蒸得透。所以说提前半个小时把它放进去，11点半你把它放在蒸锅里面，水烧开之后放在蒸锅里，到11点45做什么呢？你就把这个鱼再蒸上去，因为鱼要蒸个15分钟，差不多12点就一起就可以出来了。到这个时候呢，就是蒸鱼的时间，顺便再烧个鸡蛋汤，这样的话你6个菜整体就12点就能出来。欢迎大家期待下一期，我是阿伟，请关注我，你雕的偶像。